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朱利安·阿桑奇在最新的引渡上诉中失败。英国独立报举报平台为其解密 WikiLeaks 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未能推翻高等法院关于将他引渡到美国的裁决。阿桑奇在美国被通缉，罪名是与发布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机密文件有关。地区法官 Vanessa Barrett 此前曾以健康为由拒绝引渡。美国当局成功地对巴拉伊瑟的决定提出上诉，引渡令于4月正式发送给当时的英国内政大臣普里蒂·派特尔。阿桑奇仍被关押在伦敦东南部的贝尔马什监狱。韩国警告中国大使邢海明无理且挑衅性的言论。多伦多星报韩国外交部召见中国大使邢海明 Xin Haiming， 以抗议他对韩国的指责，称其向美国倾斜并损害与中国的关系。随着华盛顿和北京在全球影响力竞争激化，此举凸显了韩中关系的紧张局势。韩国副外交部长张浩振警告邢海明，批评他在与韩国反对派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无理且挑衅性言论。外交部指责邢海明为反外交礼仪并干涉韩国国内政治，但没有具体说明对邢海明哪些言论感到不适当。外交部也未公开邢海明对张浩振的回应。在与韩国民主党党魁李在明的会晤中，邢海明指责尹锡悦政府过度偏向韩国的盟友美国，损害了与中国的关系。他将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归咎于韩国企业的去中国化努力，显然指的是为了将供应链多元化而采取的行动。邢海明要求韩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和其他重大的区问题。韩国外交部批评邢海明的言论为不负责任，与两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推进韩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的愿望相悖。韩国在美国这一长期的军事盟友和中国这一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美中两国在地区影响力和科技上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鉴于来自北韩的核威胁不断增加，韩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并寻求保证在北韩发动核攻击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且果断地行动来保护韩国。这些发展凸显了韩国在管理与地区主要大国的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荷兰人要求 TikTok 访问数据，因为欧盟正在审查大型科技公司。彭博社，荷兰政府要求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允许研究人员进入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以保护网络用户。荷兰数字化部长亚历山德拉·范·胡费伦 Alexandra Van Huffelen 在与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涛 Shao Zi Chu 在新加坡的会面中提出了这一要求。他在周四的推特上表示，荷兰的研究人员将利用这一机会分析 TikTok 的算法运作方式。该部长的发言人汤马斯·范·奥特莫森 Thomas Van Ortmerson 在电话中表示，这一要求是在欧洲委员会准备加强对19家科技公司的监管之际提出的。这些公司包括 TikTok， 在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中被列为非常大型在线平台。该法律将于8月25日生效，适用于至少拥有4500万月活跃用户的机构，旨在通过要求强大的内容审查工具和透明度来保护网络用户，包括未成年人。范·胡费伦在去年对 RTL 新闻的谈话中称 TikTok 为非常容易上瘾。他在周四与周涛的会面中还提出了对儿童权益的关切。TikTok 因中国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而受到美国和欧盟的监管审查，可能对安全构成威胁。该应用程序还因其病毒式挑战活动以及其算法可能鼓励青少年产生上瘾行为而受到批评。纽约治疗师看到随着烟雾弥漫天空，生态焦虑激增。卫报，加拿大的野火在患有对新常态恐惧的患者中引发了灾难，加剧了他们的困忧。当今塞拉 Tim Sarah 滚动住 TikTok， 看到一幕幕黄色烟雾笼罩纽约的画面时，他感到一阵恐慌。虽然他住在危机发生地的整个海岸之外，但塞拉开始担心他的父母，他们是皇后区的重要劳动力。我不得不完全关掉手机，因为我变得非常焦虑。居住在洛杉矶的治疗教练塞拉说，我感到胸口疼痛，感觉自己无法静坐，开始走来走去。我无法工作。
纽约人可能对不断发展的气候危机感到担忧，而这个星期由加拿大毁灭性野火引起的烟雾破了美国空气污染记录，加剧了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心理治疗师称之为生态焦虑。北美气候心理学联盟是一个由治疗师、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在这一新兴领域专业化。大学校园为因气候变化而感到压力的学生提供辅导，各机构也提供气候心理学的认证课程。加州红木城的瑟费佛学研究中心开设了一个为期18个月的培训计划，培养生态牧师。他们努力支持人们发展彼此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健康、富有同情心和相互支持的关系。该中心的一位毕业生，电影制片人林赛·布兰汉姆 （Lindsey Branham） 现在在洛杉矶担任生态助产士，帮助客户克服他们对灭绝事件的恐惧。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的毁灭性野火使西岸人士寻求气候治疗师。波特兰的心理学家托马斯·J. 多赫蒂 （Thomas J. Doherty） 与他人共同主持了一个名为《气候变化与幸福》的热门播客，提供应对压力和在一个暗淡的未来中寻找希望的建议。但这个领域在东岸的普及速度较慢，因为气候危机的影响可能更加微妙。直到本周，纽约人感到的大部分焦虑与气候无关，而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关。Good Grief Network 的执行董事莎拉·裘恩塞·希尔伯格 （Sarah Hornsey Silverberg） 表示，该组织是一个支持群体，为那些经历生态压力的人提供支持。但我们注意到，纽约对气候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火灾引发了恐惧、愤怒和绝望的感觉，这完全是对我们在地球上所目睹的现象健康反应。气候危机是塞拉每周心理疗法会谈的主要话题。透过治疗，我学到我有责任尽一份力，但责备不在我身上，而在于延续他的机构。他说，曼哈顿的临床心理学家、气候心理学联盟董事温迪·格林斯潘表示，自从烟雾出现以来，我没有一个客户莫提到这个问题。他还说，人们似乎共同意识到，这是东岸新常态的开始。1200万美国人认为暴力是合理的，以恢复特朗普的权利。卫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支持使用暴力实现政治目标并普遍不信任民主。在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2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1200万美国成年人，占成年人口的 4.4%， 相信使用暴力恢复唐纳德·特朗普回到白宫是正当的。尽管相信这一点的成年人数量自暴动事件以来有所下降，但芝加哥大学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对政治暴力和阴谋论的支持水平达到了令人担忧和危险的程度。该大学的芝加哥安全与威胁研究项目 POST 研究中心自1月6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一直对美国成年人进行有关政治暴力和对民主的态度的民主危险调查。研究人员最近与《卫报》独家分享的4月份新数据显示，无论是在政治目标的实现方面，还是对民主的普遍不信任，人们对使用暴力的支持仍然存在。这些结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2024年的选举即将到来，而没有一些立法者认为可能有助于防止对美国民主发动另一次暴力袭击的必要保障措施。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里，即2024年选举期间， POST 将每3个月公布一次追踪民主危险的新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将首次在《卫报》上发布。在美国民主受到侵蚀的努力日益普遍的时候，这些数据至关重要，从否认选举结果的候选人到政府官员。台湾高风险选举对美中竞争意味着什么？国会山报，台湾正迅速进入高风险选举季，以选出取代蔡英文总统的候选人。选举结果将决定台湾政府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立场，因为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正在激烈竞争全球主导地位，而台湾是一个关键的争端点。蔡英文的民进党 DPP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反对党国民党 KMT。国民党最近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回应了对 DPP 在家庭议题上的批评，但国民党被对手批评为顺从北京政府，而与 DPP 的对比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对峙性外交之旅中得到了突出展示。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4月份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一次高调的访问，同时蔡英文因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会面而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然而
两党的主要候选人在国际舞台上都相对未经考验，两党都似乎在确立立场时与台湾大多数民众保持一致。这些民众支持台湾保持其民主自治，同时避免追求对北京来说是红线的完全独立。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次选举将标志着蔡英文8年执政的结束。专家们称赞他在面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声称要统一台湾的目标时，表现出钢铁意志，既不屈服也不挑衅。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